往日有一个大亨叫做杜月笙，杜月笙讲了一句我非常认同的话，他说：“从来都不麻烦别人，那不叫做人情。人情是你麻烦了人家，然后你懂得怎么还人家，那才叫做人情。”这句话是对的，可是这句话是关于人脉，不是关于美德啊。所以人情不是美德，这是第一点我要回答对方的。第二点，优点不是美德，所以你很会拉小提琴，这是你的能力，这是你的优点，这不是美德。你跑100公尺跑得非常快，这是优点，不是美德。这都跟美德无关啊，它并不是缺德，可它不是美德，它只是跟美德无关而已。我特别喜欢今天这个题目，就是因为美德是一个很冷门的字眼，我们已经不谈这件事了。哎，我出说话之道，我会出一本叫做《美德之道》吗？不会，卖不了200本的，就没有人在乎这件事，觉得它很过时。可是，《奇葩说》这么一个重流行的节目，却敢谈美德，让我特别高兴，因为终于有人要谈它了。然后我刚才听到最刺耳的一句话来自马东，他说：“我们何必把事情上升到美德的高度？我们已经沦落到觉得美德是高不可攀的地步了。”这是我最失望的事情，就是当你达不到的时候，你就把它推得远远的，放到神龛去说那个东西很棒，可是跟我们没有关系。这是他们讲说不用对美德放到高不可攀的地步的时候所采取的心态。而我也喜欢这个题目的原因，就是我们把它拉下来，它是我们生活中的事情。我刚才听不懂马薇薇讲的论点，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说我们天生长得丑的人，我们已经美不了了，所以怎么办呢？没有错，你美不美跟美德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天生长得不好看的人，完全可以拥有美德，他完全可以从小在爸爸妈妈的教养之下，把美德当成是人生的追求。他刚好就跟他的能力、优点、财富、出身背景都没有关系，只要他做得到，不伤害别人。这是多么容易的事情，你却要把它赶到另外一边去。你知道我平常不会站起来跟你齐膝的，我很在意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如果把乱七八糟的观念灌输到小朋友的脑子里面去，跟他们说美德是不值得追求，或者美德是伤害没有能力的人的，这个是在给这些小孩子的脑子添麻烦，这是让他们想不清楚事情。我特别不能够认同这样的做法，所以我很在意，我要在今天把这事情给讲了。所以我刚才不是要跟你辩论，就是什么叫做添麻烦。我认为人跟人之间有恰当的人际关系，就是罗振宇老师在另外一次的奇葩说当中提过，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是我们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跟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社会关系，我甚至跟每一个奇葩选手，我跟你比较熟，我跟宾友比较不熟，所以你拜托我事情的时候，我会答应的比较快，宾友会比较不敢找我做事情，因为他跟我不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社会关系不一样了。高晓松敢叫我做的事情，罗振宇不一定敢叫我做，因为我们还不够那么熟。所以我开他玩笑的时候，我也会比跟开高晓松玩笑要小心一点。就是人跟人的人际关系，如果一旦超过了那个分寸，你就是给别人添麻烦了。蔡聪去坐车的时候，一个陌生的路人会把座位让给他，这是他跟一个陌生的路人中间所具备的人际关系该有的事情，那不叫添麻烦。可是如果蔡聪在别人让座给他，然后蔡聪坐下来之后，蔡聪开口说我找不到工作了，超越了他跟那个陌生人的人际关系，那会让对方为难，因为他不知道要怎么应对。我跟一般人在随便打招呼的时候，我们会问你吃饱了没，你好吗？那是我们的人际关系该有的事情。对方会文明的回答说我吃饱了，我很好。那不是他在骗我，因为他懂得尺度，他像全林老师说这个人识相，他不会超越我们两个该有的人际关系跟我讲说康永我没有吃饱，因为我得了胃癌。然后我怎么办？就是我作为一个人类，我不能够说哦那保重，然后我就走掉。他让我为难了，因为我是一个人，我不能够对别人得到重病这件事情置之不理，而是你不能跟我讲这件事情，因为我不是你的兄弟，我不是你的知心好友，我不是你的公司同事。
所以我对麻烦的界定很简单，就是你要拿捏你跟那个人的人际关系，超越那个人际关系，你就给别人添麻烦。所以孩子病了，爸爸妈妈照顾他，那当然不叫做添麻烦。两个男朋友跟女朋友住在一起，我帮你倒杯水，这当然不叫做麻烦，因为这是他们的人际关系。可是我问你好不好，你跟我说你得了胃癌，这个超越了我们的人际关系啊，所以这是我对于麻烦的界定。然后我为什么有兴趣讨论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要把美德从神坛上面拉下来，让我们知道，当我们要跟我们的小孩子讲说，作为一个有美德的人的时候，我们不会不好意思开口，不会觉得说，孩子，你要做个有美德的人。然后他说，好过时哦，你这个老家伙，就是他不会这样子，他会觉得说，哦，对，他心中依然怀抱着对美德的向往之情，而不是觉得那是上一个世纪过时的东西。所以如果贵方一直的把这些有能力、专业上的互相帮助、人情上的往还，全部都往添麻烦这个火堆里面塞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个混淆视听，而且会造成大家不重视美德的做法，我会很担忧。我觉得美德是值得追求的，是因为你终究会因为美德而得到宁静。美德不是一个我们一个人自立存在的时候能够完成的事情，美德必须要有别人的存在。就美德为什么叫做美德？因为美是比较而来的。当我们看到一个人长得特别好的时候，我们会辨认出来说，哎，你长得比较漂亮。可是当地球上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你是无法判断他美不美的，因为只剩他一个人，没有参考坐标了。美德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辩论题目就好在，别人跟美德一定是绑在一起的。法国的作家沙特说了一个很有名的句子：别人是地狱。为什么别人是地狱？范甜甜找不到男人的时候，她自己可以自己处理。可是当她过年过节的时候，旁边的三姑六婆不断的逼问她什么时候结婚啊，干嘛那么挑呢？就是随便凑合一下吧。那个时候别人是地狱，三姑六婆是地狱。当你考试考不及格的时候，你自己已经很自责了。隔壁的小孩来说，哎，我100分哎，然后妈妈来说，你看到隔壁的小朋友100分吗？别人是地狱，就是别人是很容易变成地狱的，除非你身边环绕的人是有美德的人。我很在乎这个辩题，就是刚才马东讲的很好的一件事情是，你即使是在公众场合喧哗，你都不是故意的，可是因为你没有把别人放在心里，你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一个有自制能力的人，他就会想到，这不是我家，这是公共场合，我不要给人家添麻烦。所以你如果坐电梯的时候，你明明只要去16楼，可是你把从2楼到15楼全部都按了，你就是给电梯里面所有的人都添麻烦，因为他们每一层楼都要停。所以给人家添麻烦可能来自于无知，可能来自于没有教养，可是一切的根源通通在于他没有把别人放在心上，他觉得美德不重要，他觉得美德的责任是别的人的责任，而不是他自己的责任。他觉得有能力的人才要烦心这件事，无能力的人生活着就好了。我觉得这是敷衍了事的做法，我觉得这只会造成一个更多人自私自利的状况。所以我今天很愿意，我不在乎胜负，我只是很愿意在这边跟大家呼唤一下，我们这些只顾着书畅不畅销的人很丢脸，我们没有勇气写一本关于美德的书。可是如果我们心中还怀着一丝对于美德的向往，我们将来死掉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比较宁静。欢迎各位来到那奇葩说，今天的男神是苏有朋，欢迎。有朋导演最近有一个新的作品，叫做《嫌疑人 X 的现身》，这个是他转型做导演之后的第2部的大作了。是，其实有朋导演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很努力的尝试不同的这个作品，但是呢，好死不死，每年暑假都会重播回来，所以呢，这个努力会格外的艰辛。因为有朋导演呢不太爱多聊之前的辉煌，不聊《还珠格格》，我们就聊聊紫薇格格。为什么？因为这一次电影的女主角是心如，对不对？是的，是林心如。但是我注意到发表这个女主角的时间
相对于2位男主角来讲晚了很多。是为什么这么晚的发布女主角？这个整个电影的定调还是算是双男主，2个男主的高智商对决这样子。那为什么为了邀请王凯要跑到云南去找他3次，去邀请他？因为他红啊。为了请一个人来奇葩说，我也去了3次。谁呀？谁这么大胆三顾茅厕嘛。为什么找何炅就要3顾，找我就2顾啊？不是，没关系。哭什么呀？他其实很忙，所以他差点档期没有办法来配合我们的拍摄，所以我亲自去求他的这样。你用到了"求"这个词。是啊，怎么办呢？他现在又有演技，又有颜值，又有魅力的这种男神不多了吗？哎呀，你心目中一共有多少个男神啊？康永哥也是男神啊。既然要讲场面话，咱们就不聊了。不一样领域的男神嘛。也许人家是真心的呢。当然是真心的。为什么说也许？我想问一下，私下里问你，私下这是私下的。做梦啊你！小声点。好。你心里面真的有男神吗？有。谁呀？你呀。既然要说场面话，咱们就别问了，不聊了。那么我们也预祝导演的这个作品《嫌疑人 X 的现身》可以得到大家支持，好不好？好。那么要开始今天的辩论了。首先，当然感谢我们的冠名商，掏出来搞。小米手机，谢谢，冠名播出。感谢奶后吐真言的纯真3娘奶对我们节目的联合赞助播出，谢谢。每一期会有2位导师下凡去辩论，那么获胜的队伍将会获得奖励。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看看今天的辩题，来请看。我是佩佩，29岁，摩羯座。从小爸妈就教育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要给别人瞎添麻烦。我甚至有一个外号，叫村口独行侠。佩佩，我喜欢你很久了，我们在一起吧。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哎，佩佩，你可是去车站，我帮你领了吧？就你这小细胳膊小细腿的帮我拿东西，我都怕你折了。而且你刚刚新婚，面色发黄，小腿打颤，应该没少做家庭运动吧？万一不小心闪了腰，那就不行，不给别人添麻烦。给我。哎，这人咋这样？但有时候总免不了有人来给我添麻烦。佩佩，我这2天搬新家，我可不可以去你们家借宿几天呀？What？ 住我家？怎么可以提出这么没有礼貌的要求？虽然他空窗20多年也没有人照顾，但是明明1张卡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麻烦别人呢？不做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吗？不行。佩佩，你怎么这样？你怎么这么冷漠？就自己一个人过去吧。难道不给别人添麻烦，不是一种美德吗？我觉得我参加的这一场是马来西亚专场。我们会是你的麻烦吗？跟他们2个做队友，我觉得完全不麻烦，更何况对方还有艾丽，我觉得他是整场比赛最大的麻烦。那在奇葩说的辩场上，我确实是个麻烦，所以这次为了第4季奇葩说我能变得好，我专门去健身房学了拳击。学拳击和辩论，我觉得我们今天会有麻烦。感谢掏出来搞事情的拍照黑科技小米手机冠名播出，以及奶后吐真言不添加香精的纯真酸牛奶联合赞助播出。不给别人添麻烦是不是一种美德？我们首先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来投票，我们100位的观众，你们觉得是不是美德呢？请投票。新趴资格战。本赛段每场比赛2位老奇葩陪1位新奇葩进行对战，获胜队得奖金，2位新趴中表现更优异者晋级，另一人待定。6场比赛后，导师从待定池中复活剩余人选，最终8位新奇葩进入下一赛段。好，3、2、1。有60位的观众觉得是美德，支持正方；有40位的观众觉得不是美德，支持反方。那么今天有个特别情况，因为今天是我们的马来仔3位进入到我们的辩论当中，所以呢，为了公平起见，不管你们谁表现得更为出色，大家都一起进入到待定。
好，我们今天要下凡辩论的2位导师是谁呢？康永哥是正方，是美德；罗老师是反方，不是美德。好，那么也问问其他2位导师的意见好了。全林，你觉得是吗？不给别人添麻烦。罗康在哪里，我就不在哪里。哎呦，女人心海底针哇，真的是啊！我跟罗老师在一起，你不在我这边了，跟着你的心走，你死定了。我在正方。为什么不可以3个导师跟他1个人对？哎呀，好，那我们男神的想法呢？我觉得大家都会很有高见，我其实很想洗耳恭听。在这，我只是想给电视机前的朋友，我们是网综所有在镜头前的观众朋友们，一个提示，就是我觉得这个辩题可能有2个关键，一个什么叫做别人，亲人算不算别人？什么样的亲疏关系的朋友叫做别人？这可能是一个这个辩题的关键点。专业哦，厉害。然后第2个，什么叫做添麻烦？这个麻烦已经到了麻烦的程度，它就不是只是帮我递杯水、帮我个小忙这种这不叫麻烦。他刚刚那2句话就是给我们辩论的人添麻烦呢。好，那么我们就请2位导师带着麻烦下凡。我这也能卖出去的咸鱼 APP， 以及玩的不够大，别喝美年达的美年达果味汽水的大力支持。罗老师，就咱们这个身材特别不适合把扣系上，因为敞开就系上出了东西。对，但是你系上，它也还是呼之欲出。好，少方先发言，所以是黄喜来，欢迎他。黄喜，马来西亚叛逆小子，必杀技，一句话绕晕你。不给别人添麻烦不是美德，这是我的辩题。我举个例子，如今你早上睡醒的时候，你有呼吸吗？有。自己呼吸还是别人帮你人工呼吸？自己。没有添麻烦，美德。你早上怎么从酒店走来这里的？自己走过来的。没有人刚你吧？没有。美德。为什么他们的美德可以这样容易的？只要不给别人添麻烦就是美德。那么很多东西都可以是美德的吗？好，讲完他们这些是荒谬的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的论点。不给别人添麻烦，它不是美德。为什么？人与人在日常生活相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交情、我们的羁绊，都是通过互相给麻烦、互相解决彼此的麻烦建立起来的。你们也试过吧？第一年认识一个新人的时候，你只要拿一瓶水来，你都会说啊，不好意思啊，麻烦你，不好意思，拿瓶水给我好吗？不好意思。但是熟了之后，你就不会了嘛？为什么？因为当你熟悉了对方之后，彼此已经进入一种状态，就是你可以放肆的给对方麻烦，对方也可以放肆的给你麻烦，而且我们也是很乐意的为对方解决麻烦，而对方也很乐意的为你解决麻烦。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我们才会说，哦，这2个人的交情好嘛？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一直给人家麻烦的人，还是很缺德的这种人。这个缺德的行为跟给麻烦是没有关系的。怎么说？一个人他好吃懒做，他缺德的是因为他很懒惰，他好吃懒做，而不是给麻烦的这个行为。谢谢。好，下面到正方来。看来黄喜太紧张，给队伍添了麻烦。其实黄喜刚才告诉我们什么？他想说，其实世界上很多东西我们都不需要给别人添麻烦的。你早上起来吸一口空气，你有给人添麻烦吗？没有。你走过来，你有给别人添麻烦吗？没有。我们是自己走过来，不是别人扛过来的。所以他认为，如果所有的事情这样子做了都叫美德，这个美德没有味道。他讲的是这个。哇！但是美德是什么？美德这种东西，它其实不是一个专有名词，它只是一个形容词。这个形容词主要形容的就是一件好事。好事可以大，可以小。打个比方，黄金它可以大，也可以小。但是黄金大的时候很大，小的时候你会感觉它像灰尘，是不是？
老师是吗？谢谢。所以美德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它可以大可以小。虽然在你眼中，你觉得很多事情很琐碎，你觉得它不足以叫美德，可是它确实是我自己完成的，是一件好事。第一点。第二点，黄喜还告诉我们，维系感情的时候，往往都是你给一点麻烦我，我给一点麻烦你，你叫我递一杯水，我给你递一杯水，这样子把感情联系起来的。我很奇怪，为什么感情联系不可以纯聊天啊？他没有麻烦，你不可以打电话给他的吗？这是对方错误的认知。来，我们看看今天的题目，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点。什么叫不给别人添麻烦？是一种美德，因为它是所有美德的母亲。是所有美德的根基。你们想一下，我们人生中有所有的美德是什么？诚实啦、谦虚啦、孝顺，这些的终极目标是要什么？就是不给别人添麻烦。比如诚实，小时候那个华盛顿他砍树砍的那个葡萄树的时候，樱桃树，葡萄不长树，你给华盛顿添麻烦。他砍那个樱桃树的时候，我们问他谁砍的，他直接说我砍的，这事情就了了，因为他诚实。但是如果这时候他说黄喜砍的，我们就去骂黄喜，黄喜不是我，是宇欢砍的，不是我，是兵友砍的，搞出一大堆事情来，他给别人添麻烦。所以诚实的目标是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我再举个例子，谦虚，谦虚看起来不像吧？还是，你想一下，那些成绩很好的同学，我们的妈妈问他，哎，小明你考多少分啊？100分。如果小明懂得谦虚一点，哎呀，我考到一般而已啦，他是不是没有给我添麻烦？也行，这都行啊？可以，当然行。他没有谦虚，结果他给我添了麻烦。这根基目标还是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那请问你，如果所有的美德，他们的母亲美德之母乃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不是美德呢？哎，可爱。对，我已经说完了，谢谢。好，宇欢。贺宇欢，马来西亚叛逆小子，必杀技，瞅你咋的。首先，我要对如今讲几句话。我对你这2个字失望，因为昨天晚上你在房间里面背的稿不是这样的，导致我非常后悔，因为昨天晚上我没有给你喝纯真酸牛奶，不然就会吐真言。再来，兵友，我对你是有信任的，我希望你现在讲出来的点是昨天晚上我跟你在房间里面看的点是同一个。再来，如今你说诚实跟谦虚都是不给别人添麻烦，其实你是不给自己添麻烦。你用华盛顿的例子，到底谁砍了那个樱桃树？但是他诚实的话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可能他知道他爸爸喜欢诚实的孩子，第二个原因会不会是因为他手上还拿着那个斧头呢？所以你只是不为自己添麻烦，你没有不给别人添麻烦。OK， 那进入我方的论点。从小到大，我们都常听到长辈跟我们说什么：你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就可以了。可是现在这个时代呢，你和我分工再怎么细，它都会出现一个灰色地带。那个灰色地带产生出来的事情，总是需要有人来解决的。我打个比方。在我工作的这个律师事务所呢，我们是专门负责家庭法的。但是前几天我们就接到了这样的一个案子，一个老婆呢就要跟这个老公离婚，这个老公呢还把老婆公司里面的钱全部偷走了。家庭法是我熟悉的，但是商业法、刑事法都是我不熟悉的这个法律的范畴。那这件事情应该谁做呢？我选择了去麻烦我的同事，他是在商业部门的，看看能不能提供更好的意见给这个老婆。我们谈社会分工制，不是天然就设计成只要你完成你的部分，我完成我的部分，那整个事情就可以成型的。你范畴和我的范畴之间的灰色地带是必须要通过我们互相的麻烦，我去麻烦你，你来麻烦我，才能把整个事情都整合起来。马薇薇劳驾你帮你方1遍和2遍都翻译一下啊，好，没问题。
我们分3个点来翻译我方1辩、2辩之间的内容。我们第1辩呢，它讲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社会实际上是人情构成的社会，而人情的诞生源于我们不分彼此才有了情。所以你给我添麻烦，我给你添麻烦，我们才能成为麻烦和谐的一家人。紧接着第2个论点，由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很多人会感觉说我权责分明了，我就可以很开心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了。但实际上，权责无论多么分明，人际关系、合作、工作之中都会出现灰色地带。比如说他刚才举的婚姻法、商法、公司法之间的例子，每一个律师都会不同的专业领域，共同处理一个案子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你要添麻烦问我，我要添麻烦问你？如果每一块都按照分工和奖金来算的话，我们就会一直在吵分工，从而导致整个案子不能得到归纳。好，我们再紧接着看你的第3个论点到底是啥？给我看一眼。第3个论点也很简单，他说啊，还有一种人是非常苛刻的人，他喜欢对别人工作高要求，可能有朋导演或者说我们这个康永哥在做导演的时候，要求就不会随随便便。苛刻的导演是特别爱给人添麻烦的，妆不对不行，发型不对不行，光不对不行，哎呀你这个表情不到位，快点重来一遍。这种人看上去是在给别人添麻烦，实际上他是对一个行业服务水准要求的不断提升，可以使人进一步的发展起来。谢谢。好，下面了，来。好，我来直接回答吧薇薇姐的问题啊。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灰色地带，有很多活儿是分不清的。那我自己干就行了，你干嘛把活儿推给别人呢？对不对？朋友之间互相添麻烦，好，但问题是解决别人的麻烦是美德，是我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美德。我们把主动方给搞反了。好，那么再说一下刚才说的关于灰色地带的问题啊。其实人类不断的进步史就是灰色地带变得越来越狭窄的历史。我们就是在进行分工明确，不同人干不同的活儿，不要互相添麻烦。我是个农民，我种好地；你是个面包商，你做好你的面包，我们互相交换，社会不断进步。但如果我今天地没种好，我说来，你帮个手，帮我种下地；明天你面包没好，来，我帮你做下面包啊。那谁都进步不了，所以我们人类的进步史就是一个慢慢的不给别人添麻烦的史。回答完了。好，那现在说一下我的自己的观点，我特别想从美德这2个字深入分析一下。各位朋友，我们成年人之间互相讲话，会说美德吗？说你要做这件事儿，因为这件事儿是一种美德。你以为你是臣民啊，对吧？或者我这个互相损，这是到同一方也好。所以我们成年人之间其实做事不会谈美德。一说到美德呢，我们一般是给孩子讲啊，就是将来如果您有孩子，您会不会跟您的孩子讲说，哎，不要给别人添麻烦是一种美德呢？我觉得我会。不添麻烦不仅仅说所有事要自力更生，而是我在问别人的时候，我会想一下对方的感受，而不是一切以我为中心。有人想鼓掌就鼓吧，我刚刚好像听见了。好，谢谢。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家长给孩子讲的最多一句话是：你出门在外不要吃亏。为啥我们现在熊孩子那么多？要装那种熊孩子对吧？压根儿不在乎你感受。你出去，然后呢，你想在飞机上稍微休息一下，大吵大闹。然后你去公共场合，小孩到处随地大小便。最气人的是，每次我特别想管，你猜家长说啥？家长说不要压抑孩子的天性啊！对，我特别生气，因为我说你怎么能随便引用甜甜姐的话呢？啊，他当时不是这么讲的啊，所以一直怼自己这边的人。如果我们不给孩子讲，小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个熊孩子，长大以后呢，会变成那种特别讨厌的室友。我认为最讨厌的一类室友就是说个啥话都带一个语气词，就是呗。比如你去吃饭，说哎，帮忙打个饭呗啊；你去打水，然后你说哎，帮忙打杯水呗；你去打扫宿舍卫生，他说哎，你帮我也扫一下呗。我说呗，是吧？不是。这个成语你是在哪儿学的？所以大家很烦这种人，对不对？就是他总觉得好像给别人添麻烦不是件啥事儿，特别讨厌。将来我有孩子了，我会说，
孩子，一个人一生啊，其实就是解决麻烦的过程。你能力足够大，你就去解决天下所有的麻烦；你能力不够大，你先解决你自己家里的麻烦。但你能力再差，你起码做到一点，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因为记住，不添麻烦是一种美德。非常好。来，我问一下，这边有没有人想骑他的？之后。好了，那来马薇薇。我们今天在聊美德，对方一直在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混淆美德，什么呢？叫做优点。实际上，不给别人添麻烦是一种优点，而不是一种美德。就好像美丽是一种优点，而不是一种美德；身体好是一种优点，不是一种美德；有钱是一种优点，不是一种美德。他说：“为什么呀？这些听起来都棒棒的，我好喜欢有这些特点的人，他们为什么不能是美德呢？因为美德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契约。”是我们每一个出身不同、长相不同、高矮不同，可是只要活着，我就可以通过努力约束自己达到的状态。如果你告诉我这些优点才是美德的话，那我问你，我天生不美，我能不能通过努力达到美德的状态呢？有可能，它是一种虚伪的。都是欺负自己人。今天都流行怼自己了。所以美德作为一种社会指标，它毕竟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能做到的事情。世界上有一种人是弱势群体，可能在不同方面都是弱势群体。什么意思？一个老人坐公车，他需要有人让座，而他天生受的教养差，身体又不好，这个时候他不能客客气气的跟你说谢谢，同时也又不能站起来说我自己可以。这到底是一种能力的缺陷，还是一种品德的缺陷呢？所以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说，不给人添麻烦是能力之差，不是品德之差。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说，我不想给别人添麻烦，我要做个不添麻烦的人。当你穷途末路的时候，你又希望世界充满爱。然后当你有余力的时候，你说不给人添麻烦是美德。做人不能双标狗啊。所以，如果你认为不给别人添麻烦是一种美德，你其实在扼杀了所有无能者的生路，而所有无能者，请注意，终有一天也会包括你我。谢谢。哇！可以七夕吗？可以。根据你说的定义，无能者应该是没有能力的人吧？对，能力相对匮乏。无能者是知道自己没有能力，不得已麻烦别人，还是知道自己没有能力，然后觉得给人家添麻烦也无所谓？其实没有人会觉得求人是无所谓的，求人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面子受损。对，可是有一种人，者给人家添麻烦的时候，还是会有羞耻心吧？照你刚刚所说的那句话，会有羞耻心来自于他觉得他自己缺乏美德。羞耻心来自于我比别人差，我不能自我照顾。你刚刚说，如果我们把不麻烦别人当成是一种美德的话，我们会封死了这些没有能力的人的路。对，路边有一个乞丐，如果是不得已沦落到必须要乞讨之后，我们给他们钱，就是因为我们体谅到这个人没有别的谋生之路。所以我们给他们钱的时候，我们没有自认为高尚，我们知道这个是世界的不得已，我们给他一个钱，让他暂时度过这个困难。如果他四肢健全，看起来营养比我还要好，肢体比我还要健全，我过去的时候我会有我的判断，就是我不会给这个人钱，而且我会在心中怀疑你是不是在占我们的便宜，不然你为什么要在路边平白无故的乞讨？这个是两者的差异，就是能不能跟心里面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是两回事。美德是关于心态，而不是关于能力，这是你刚刚整个论点最大的一个基础上的错误。好，谢谢两位，谢谢，来坐。好，来冰友，加油！借冰友，马来西亚叛逆小子，必杀技以德服人。我要建立自己的 style， 我就是叛逆。
其实今天来到这个环节，其实我们在讨论着什么东西是美德。我们知道人有很多的劣根性，人很容易有贪心，人很容易有自私，人很容易觉得自己麻烦的事情让人家去做，我自己轻松一点感觉比较不错，比较爽。而美德的存在，它就是去对应跟对付这些人的劣根性。所以说穿了，美德有一个特质，叫要求你自制，叫约束你自己的欲望，不要纵使你的欲望去操控你的人生跟你的肉体，这是美德当初被创造出来的原因。你们觉得，数学题遇到不会，哎呀，这个很难 ，x 加 y 是什么？问隔壁同学好了，方便简单。但是为什么你不要想一想，自己努力去解一解？因为给别人做方便嘛，所以人有很多时候会贪方便。如果我们把不给别人添麻烦当成是自己的一种态度，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在你要做任何事情之前，先想一想你的这个行动会不会为别人带来什么伤害，会不会别人带来什么痛苦。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世界很多人都幸运很多。就是跟大家讲，当一个不给别人添麻烦成为你生活中的这种态度的时候，你会尽力去追逐，在想的每一件小事情之中，你都会尽量去做。就好像想一想，你妈妈在你3岁的时候可能就开始帮你责备，对不对？可是你妈妈长大之后，你要想一想，你妈妈也老了，你妈妈也开始会走不动，你妈妈也开始会腰酸背痛，对不对？你这个时候起来第一件事是想什么？不想为妈妈添麻烦，你开始自己折起背来了。妈妈老了，她可能再也没有办法好好去煮一顿饭给你吃了，你不给她添麻烦，你自己煮给自己吃，顺便煮给你妈妈吃。换位思考，先想别人，再想自己，这不是美德吗？还有一句话，麻烦是人人都不想要的事情，对不对？你不想受到麻烦，那为什么你会想给别人麻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谢谢。好，我们看看，来志忠。什么叫麻烦？就是该我做的事我不做，那让别人做，那叫添麻烦。举个例子，你也能够理解，有人不管是生理上的困难，还是心理上的困难，还是环境上的困难，可是当我们发觉他虽然有很多人帮忙，可是在努力想要让别人不用帮他这么多的过程，其实我们都会说他很了不起。比如说，我可能生下来耳朵不方便，我很需要别人照顾，可是我努力学了手语啊，努力学了唇语，对不对？好让我少麻烦别人一点。或者是我虽然很穷，需要别人的接济，可是我的努力的过程当中，让我能够逐渐迈向自立自强的过程，这是感动的，这是了不起的，这是样板。样板从何而来呢？它当中展现的德性从何而来呢？就是你该给人添麻烦的，可是你减少了别人的麻烦，这已经了不起了。如果你能哪天做到像蔡聪老师一样，他几乎可以不用麻烦人，甚至觉得这只是一个差异，这不是个缺陷的时候，我们说超了不起。好，来我们这边胡老师来。好，胡老师。其实我认为今天双方，你可以构建2个完全不同形态的道德社会。一种形态的道德社会是对方价值观主张下的道德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努力做好自己的分内事，我们尽量不要麻烦别人，我们把麻烦别人看作是一个不好的事情。这个社会可以这样子运作吗？可以，非常自立，非常独立。但是还有一种我想象中也许是更温暖的道德型社会，那就是大家不会把麻烦这件事情看作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我需要的时候我就尽管麻烦你，但是我麻烦你了之后，我会努力寻找机会去补偿你。我不会把麻烦你这一件事情看作是多么的邪恶，或者在道德上有亏损。我只把麻烦你这件事情视作是，原来我们都是自己人。你知道什么情况下我们会觉得一个人分外见外吗？你最要好的朋友，
他出了事儿的时候，他可以麻烦你的时候，他不来麻烦你，这时你会走过去跟他说，不是兄弟吗？我觉得两种社会形态都 OK， 都挺好。不过我觉得后者，也许会让我们活得比较温暖一些吧。好。我们可以说话吗？当然呀。因为这康永国说完了，我们就没话可说了。那个，来吧。其实我觉得刚才建彪说的特别对，我们举两个典型社会，日本人的社会和中国人的社会。日本人信奉的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很好。说实话，我们去日本旅游，我们觉得这个国家道德素质很高，因为人和人之间有很强烈的距离和谦恭，好不好？好。中国人的社会不分你我。什么叫交情？就是交来的情。我没事儿给你添个麻烦，你没事儿到我家吃个饭，你来我家吃饭就是给你添双筷子。我去你家吃饭，因为我们家家长今天没在，所以同学之交，我就去你们家吃饭了，好不好？在日本文化里面，给人家添了麻烦；在中国文化里面，我拿你当兄弟。我们之所以选择了说这不是一种美德，是因为这东西不要上升到美德的高度，多严重的事儿啊！所以在一个成熟健康的社会里，都行，都很好。关键是坐在中国学日本人的那套东西，不要在公共场合喧哗，出去看演出临走把垃圾带走，这就是不给别人添麻烦。日本人是不是应该学学中国人，更多的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和交流？他们要会这个，可能就不至于是今天那个样。所以我说没什么不好。康永哥会告诉你，不给别人添麻烦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儿，因为他就是一个特别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人。但是他碰到了我这么一个特别爱给他添麻烦的人，还特别希望他也能给我添麻烦，我们俩相处的特别好。所以无论他一会儿说什么，其实我们感情是非常好的。你其实特别给人这就是交情。你辩个论搞得我浑身不舒服。哎，那个，我其实本来不是我们的主场，不该我们说这么多话哈。对对对对。但为什么我特坚持要说两句呢？其实跟这个地域有关系，因为我是一个上海人。你知道，在上海人的说一个人美德哈，有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叫这个人识相。识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人会约束自己的行为，知道自己是谁，不给别人添麻烦。这三句话加在一起，就叫这个人识相。好，对上海人的最高评价叫做你特别不像上海人。他们得到的概念是什么呢？是你计较。那我就要反思，我说为什么上海人眼中的识相，在别人眼中会变成计较呢？我就问说，有什么具体的事例吗？我的同学就给我讲了一件事儿。有一次他去他的上海亲戚家里面去做客，早上刷个牙，刷牙也就2、3分钟的时间，但是在这2、3分钟里，他遭到了无数邻居们的白眼，因为他站到了那个水龙头。对的。这在北方人的心目当中是完全无法接受。我不就刷个牙吗？谁不刷牙啊？我刷个牙你那么瞪着我。我后来就跟他解释，我说上海人的这个识相的心态是怎么来的？它跟我们小时候的居住环境有直接的关系。你现在到上海不会有这么深切的感受，但我小时候住在一个石库门里面，石库门这一栋房子有7户人家，29口人，我们只有1个水龙头。这是我小时候上海的普遍的居住环境，因为当时上海的人均居住面积不到4平米。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早上早高峰的那段时间里，你要上班，他要上学；你要刷牙，他要洗脸；这家洗菜，那家得洗个尿布，都是得就着那个水龙头。所以我们养成的习惯是什么呢？刷牙没问题，你接一杯水，边上刷去，别站那儿2分钟。29个人，这一个水龙头只提供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是这么生活的。因此，我们看到一个来给我们添麻烦，尽管这个麻烦看起来不是事儿，说站你2分钟能怎么着啊？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就是对你的行为没有约束。上海人的这种精神心态，一直带到了今天。尽管我们今天的居住面积已经不是这么一个状况，但是在我们的心中一直把着一条线，这条线分成2边，在左边叫做约束我的行为，在右边叫做当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光我舒服，我要想想你舒服不舒服。如果我到你们家去吃饭，咱们俩哥们儿兄弟，你舒服这事儿没问题，但是我要开口来吃饭，我得想想我是不是6点钟说6点半就得来吃饭，你做不做得出来？我别给你添这个麻烦，这是我们心里的一根弦。所以到前2年的时候，我妈每天走路，我妈是一个一动不如一静的人，她的人生选择就是，如果像乌龟那样的生存是最完美的生存状态，但是她突然每天开始走1万步，因为体检发现她有脂肪肝。我妈说，其实我活多久没有关系，但是我别老了病了，给你添麻烦。如果这件事情还不叫美德，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美德。知道。但是陈琳，你知道我怎么听怎么像说你来我们家吃饭我很舒服，但我去你们家吃饭你不太舒服，听起来就有点问题了，是吧？我们俩的边界是我去你们家吃饭，我要先想想你舒不舒服。你来我们家吃饭，你可以直问我舒不舒服，我告诉你不舒服。所以还是你可以吃我的，我不能吃你的呗。那现在我们有请下凡导师再次结辩。首先是康永哥，来。好。往日有一个大亨叫做杜月笙，杜月笙讲了一句我非常认同的话，他说：“从来都不麻烦别人，那不叫做人情。人情是你麻烦了人家，然后你懂得怎么还人家，那才叫做人情。”这句话是对的，可是这句话是关于人脉，不是关于美德。所以人情不是美德，这是第一点我要回答对方的。第二点，优点不是美德，所以你很会拉小提琴，这是你的能力，这是你的优点，这不是美德。你跑100公尺跑得非常快，这是优点，不是美德。这都跟美德无关啊，它并不是缺德，可它不是美德，它只是跟美德无关而已。我特别喜欢今天这个题目，就是因为美德是一个很冷门的字眼，我们已经不谈这件事了。我出说话之道，我会出一本叫做《美德之道》吗？不会，卖不了200本的，就没有人在乎这件事，觉得它很过时。可是，奇葩说这么一个重流行的节目，却敢谈美德，让我特别高兴，因为终于有人要谈它了。然后我刚才听到最刺耳的一句话来自马东，他说：“我们何必把事情上升到美德的高度？我们已经沦落到觉得美德是高不可攀的地步了。”这是我最失望的事情，就是当你达不到的时候，你就把它推得远远的，放到神龛去说那个东西很棒，可是跟我们没有关系。这是他们讲说不用对美德放到高不可攀的地步的时候所采取的心态。而我也喜欢这个题目的原因，就是我们把它拉下来，它是我们生活中的事情。我刚才听不懂马薇薇讲的论点，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说，我们天生长得丑的人，我们已经美不了了，所以怎么办呢？没有错，你美不美跟美德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天生长得不好看的人，完全可以拥有美德，他完全可以从小在爸爸妈妈的教养之下，把美德当成是人生的追求。他刚好就跟他的能力、优点、财富、出身背景都没有关系。只要他做得到，不伤害别人。
这是多么容易的事情，你却要把它赶到另外一边去。你知道我平常不会站起来跟你齐膝的，我很在意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如果把乱七八糟的观念灌输到小朋友的脑子里面去，跟他们说美德是不值得追求，或者美德是伤害没有能力的人的，这个是在给这些小孩子的脑子添麻烦，这是让他们想不清楚事情。我特别不能够认同这样的做法，所以我很在意，我要在今天把这事情给讲了。所以我刚才不是要跟你辩论，就是什么叫做添麻烦。我认为人跟人之间有恰当的人际关系，就是罗振宇老师在另外一次的奇葩说当中提过，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是我们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跟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社会关系，我甚至跟每一个奇葩选手，我跟你比较熟，我跟彬友比较不熟，所以你拜托我事情的时候，我会答应的比较快，彬友会比较不敢找我做事情，因为他跟我不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社会关系不一样了。高晓松敢叫我做的事情，罗振宇不一定敢叫我做，因为我们还不够那么熟，所以我开他玩笑的时候，我也会比跟开高晓松玩笑要小心一点。就是人跟人的人际关系，如果一旦超过了那个分寸，你就是给别人添麻烦了。蔡聪去坐车的时候，一个陌生的路人会把座位让给他，这是他跟一个陌生的路人中间所具备的人际关系该有的事情，那不叫添麻烦。可是，如果蔡聪在别人让座给他，然后蔡聪坐下来之后，蔡聪开口说：“我找不到工作了。”超越了他跟那个陌生人的人际关系，那会让对方为难，因为他不知道要怎么应对。我跟一般人在随便打招呼的时候，我们会问你吃饱了没？你好吗？那是我们的人际关系该有的事情。对方会文明的回答说：“我吃饱了，我很好。”那不是他在骗我，因为他懂得尺度。他像全林老师说，这个人识相，他不会超越我们两个该有的人际关系，跟我讲说：“康永，我没有吃饱，因为我得了胃癌。”然后我怎么办？就是我作为一个人类，我不能够说哦，那保重，然后我就走掉。他让我为难了，因为我是一个人，我不能够对别人得到重病这件事情置之不理，而是你不能跟我讲这件事情，因为我不是你的兄弟，我不是你的知心好友，我不是你的公司同事。所以我对麻烦的界定很简单，就是你要拿捏你跟那个人的人际关系，超越那个人际关系，你就给别人添麻烦。所以孩子病了，爸爸妈妈照顾他，那当然不叫做添麻烦。两个男朋友跟女朋友住在一起，我帮你倒杯水，这当然不叫做麻烦，因为这是他们的人际关系。可是我问你好不好，你跟我说你得了胃癌，这个超越了我们的人际关系啊，所以这是我对于麻烦的界定。然后我为什么有兴趣讨论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要把美德从神坛上面拉下来，让我们知道，当我们要跟我们的小孩子讲说，做一个有美德的人的时候，我们不会不好意思开口，不会觉得说，孩子，你要做个有美德的人，然后他说好过时哦，你这个老家伙，就是他不会这样子，他会觉得说，哦，对，他心中依然怀抱着对美德的向往之情，而不是觉得那是上一个世纪过时的东西。所以，如果贵方一直的把这些有能力、专业上的互相帮助、人情上的往还，全部都往添麻烦这个火堆里面塞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个混淆视听，而且会造成大家不重视美德的做法，我会很担忧。我觉得美德是值得追求的，是因为你终究会因为美德而得到宁静。美德不是一个我们一个人自立存在的时候能够完成的事情。美德必须要有别人的存在。就美德为什么叫做美德？因为美是比较而来的。当我们看到一个人长得特别好的时候，我们会辨认出来说：“哎，你长得比较漂亮。”可是当地球上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你是无法判断他美不美的，因为只剩他一个人，没有参考坐标了。美德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辩论题目就好在，别人跟美德一定是绑在一起的。法国的作家沙特说了一个很有名的句子：“别人是地狱。”为什么别人是地狱？范甜甜找不到男人的时候，她自己可以自己处理。可是当她过年过节的时候，旁边的三姑六婆不断的逼问她什么时候结婚啊？干嘛那么挑呢？就是随便凑合一下吧。那个时候别人是地狱，三姑六婆是地狱。当你考试考不及格的时候，你自己已经很自责了。
隔壁的小孩来说，哎，我100分哎，然后妈妈来说，你看到隔壁的小朋友100分吗？别人是地狱，就是别人是很容易变成地狱的，除非你身边环绕的人是有美德的人。我很在乎这个辩题，就是刚才马东讲的很好的一件事情是，你即使是在公众场合喧哗，你都不是故意的，可是因为你没有把别人放在心里，你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一个有自制能力的人，他就会想到，这不是我家，这是公共场合，我不要给人家添麻烦。所以你如果坐电梯的时候，你明明只要去16楼，可是你把从2楼到15楼全部都按了，你就是给电梯里面所有的人都添麻烦，因为他们每一层楼都要停。所以给人家添麻烦，可能来自于无知，可能来自于没有教养，可是一切的根源通通在于他没有把别人放在心上，他觉得美德不重要，他觉得美德的责任是别的人的责任，而不是他自己的责任。他觉得有能力的人才要烦心这件事，无能力的人生活着就好了。我觉得这是敷衍了事的做法，我觉得这只会造成一个更多人自私自利的状况。所以我今天很愿意，我不在乎胜负，我只是很愿意在这边跟大家呼唤一下，我们这些只顾着书畅不畅销的人很丢脸，我们没有勇气写一本关于美德的书。可是如果我们心中还怀着一丝对于美德的向往，我们将来死掉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比较宁静。男神当之无愧。听完康永哥的话，我觉得咱们当时就说好了，咱们3个都在正方的。哦，好，现在该反方的你说了。我本来以为最后辩会占点便宜，差点被康永哥说服。还没有。挣扎一下啊，最后挣扎一下。今天这个题目出的实在是太好，不给别人添麻烦，是一个每个人都懂的词儿，但是这个词儿你发现你不大常用，它到底在描述什么？大家不自觉的会回到定义它。好，我想了一下，我过去几年，我每一次用到这个词儿，都是在一种情况下，就是别人帮了我一个忙，然后我说：“哎呦，给您添麻烦了，不好意思。”是不是？每个人几乎都是在这个语境下使用这个词儿。请问，我缺德了吗？那这个语境其实很好理解嘛，翻译一下嘛。给别人添麻烦，就是发生了一次协作之后，我们互相应该表达的态度。就像我们来到奇葩说录制，临走，我会不会跟马东说：“哎，给你添麻烦了啊，谢谢啊，您受累。”哎，他也会说类似的话。所以给别人添麻烦，本质上是协作，这是很清晰的定义。好。当我们正本清源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2件事情会发生。刚才对方辩友特别想把麻烦体现为一种怎么说呢，对别人的伤害啊，甭管是轻的还是重的。但是人类社会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机制，人类是会协作的。对啊，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一句：“给您添个麻烦”，然后我们完成协作。所以人类社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巧妙的机制，我真的不知道，就是上帝怎么会这么聪明安排了这个机制，叫我之蜜糖，人之毒药。举个例子说，我今天如果要掏出小米手机搞事情，我发现没电了，OK， 要给各位添麻烦，谁有充电器啊？我愿意花500块钱买你的充电器用1个小时。因为下一个电话对我非常重要，我给您添麻烦了。500块钱可能对你是笔钱，但是充电器给我用1个小时，对你什么都不是。但这1个小时充电对我非常重要，这是人类社会繁荣到今天的基本机制。它怎么可能跟美德相关呢？康永哥，一会儿我会解释美德这个事儿。其实这是第一件事，没有关系。反正你也没有机会说，我不可以说。我知道。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上赤条条生下来，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没有任何资源，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叫发行社交货币。发行一个货币，就是给别人添个麻烦。怎么发行社交货币？我举一个今天凌晨发生的事情。昨天晚上《奇葩说》录制完，我回去的路上是午夜2点，然后突然来了一条微信，马东发的，说今天的录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建议，你告诉我。他群发的。我作证。我懂。瞬间，像我们这样的老江湖，4个念头冒出来。第一个念头，给我添麻烦，因为你明知道我也没啥意见，有意见我也说了。第二，会来事儿。第三，一定是群发。第四，能做到这么细致，兄弟佩服。这4个念头同时浮现出来，从一个麻烦开始，从我佩服他这个人结束，这就叫发行社交货币。添麻烦是我们最正常的发行的方式。好，下面我们来谈美德。我也希望我有一天能写一本关于美德的书，但是我觉得往美德的那个长长的名单里添加一样新东西，还是要小心。美德这张名单已经很长了，善良，包括全林讲的对自我的克制，包括勤奋等等。谁在美德的名单当中，任何民族、任何文化曾经有过一条叫不给别人添麻烦呢？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现场真的一会儿大家要投票，把这一条添进去的话，我觉得要小心，因为有可能它不符合人类的基本智慧方式。我知道中国的一代中学生都是在考场上被训练出来的，他们进入工作单位之后，因为我也是一公司的老板，我知道他们最大的缺陷是，他们有强烈的考场思维，他们觉得领导给他的一切任务都在考他，拿出成绩单，然后你得表扬我，你得激励我，这是一个闭环。他忘了一件事情，从考场到单位之后，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任何考试题，任何考试，你都可以去抄啊。就这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叫什么？叫求助，叫协作。如果有人给马东出了一道题，请做一档叫《奇葩说》的节目，他一个人不给任何人添麻烦，然后玩他一人，那就是中国绝大部分学生在毕业之后进入单位的基本思维方式。但是马东学会的是什么？无论何炅愿意不愿意，我进入他的厕所叫三顾茅厕。对他，甚至我觉得要比他刚才讲的什么你到我家吃饭，我觉得很舒服。不，你就不舒服，你就是不愿意来，你躲到厕所里，我追进去，我给你添麻烦，最后我成功的说服你了。OK， 最后皆大欢喜，这叫发行社交货币，这叫一切都可以打小抄，这是真实的社会。2个瞬间，我结束我这一段发言。第一个瞬间发生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里，一个父亲在送他的孩子远行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不要借钱给别人，也不要找别人借钱。这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嘱托。还有一个瞬间是27年前，我上大学，我的父亲最后对我说的一句话，说爹妈再帮不了你了，自己一人闯江湖去了，10几岁，学会4个字，学会求助。27年后，我觉得我的父亲比《哈姆雷特》那部戏里的父亲要睿智、聪明、伟大。所以你看，咱们这个立场是对的。
我还是觉得以后我必须要逼我们场上2位不下凡辩论的导师亮出自己的天花板，不能让马东这种人来回跑。但是你没关系啊，你待会儿你再想想，我先请观众投票，待会儿你再说说问题。好，现在亲爱的各位观众，我们这么多人发表了自己观点之后，你们有没有改变呢？请选择。3、2、1。使用手机百度搜索“奇葩说”，说出你的辩论观点；加入“奇葩说吧”，说出你的辛辣观点。登录新浪微博参与“奇葩说”话题词讨论，加入微博奇葩辩论团，一起比比起来。泡拳、泡剧、泡爱豆，尽在爱奇艺泡泡社区，快来关注奇葩说的爱奇艺泡泡圈子吧！微信关注米味小卖部，买好厉害薯条，看新老奇葩斗智斗勇，吃好厉害薯条，数你厉害。关注微信公众号东西门，讨论节目辩题，看节目未播花絮，共赴有趣的高潮。我们先不公布答案，我们来听听看有朋的观点。刚刚我觉得罗老师说的东西其实听起来很正确，可是我觉得他没有逃离康永哥讲的这个大范围。康永哥其实定义了，不是不能求助，是基于我们的人际关系，你有没有超过我们人际关系 X for more， 超过我们人际关系的东西，那个叫做添麻烦。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其实是不应该添麻烦，而不是不应该建构人际关系或是求助。我觉得点在这里。这么冷静啊，我男神！要不然怎么做男神？男人好厉害，来，请你出好厉害薯条。谢谢。觉得苏永朋当了导演之后，真的会发现，导演是一个特别需要向人家求助的工作。当导演之后，如果你不拓展人际关系，然后不好意思向跨界专业的人求助，你根本完成不了事情。所以的确是那个对我们来讲是新的经验。可是那个并不是添麻烦，对，那个不是麻烦，那就是我们的那个是建立专业上的互相对合理范围内。最后想讲一个很搞笑的事情。不是段子，我是觉得，因为我今天听到一个我不同意的观点，就是说很有能力的人不会给别人添麻烦。我前一段时间就被一个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人添了麻烦。他是我的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朋友，他听说我来奇葩说之后，他就给我添麻烦，要我弄一张奇葩说的门票。后来我就要到了这个门票，但是搞笑的是，我终于要到了，要给那个朋友的时候，我就觉得想听听看他对我们节目的那个表扬嘛，我就说亲爱的，你为什么想来奇葩说啊？他说因为我喜欢高晓松。到底今天最后是正方赢还是反方赢呢？这也能卖出去的闲鱼 APP，玩的不够大，别喝美年达的美年达果味汽水的大力支持，谢谢。另外大家要用吃嗨了喝嗨了不如看嗨了的爱奇艺 VIP 看视频，谢谢。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揭晓，来，请看。好，祝贺反方获胜。祝贺反方获得了由纯真酸牛奶提供的纯真奖学金10万，来祝贺！我们感谢掏出搞事情的小米黑科技手机冠名播出，下期见。今天微微的这个表现让我很惊恐，我觉得他真的很能说，真的。当时很兴奋啊，因为康永哥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思维啊，还有他的思想深度以及他的语言能力都非常强。我觉得康永哥他会用一种比较聊天的方式来帮你拨清思路。这次比较好玩的事情是坐到他们身边去，可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依然是把我们当老师看待，所以当我们表现得比较凶一点的时候，他们也不好意思顶嘴回来，这对他们来讲比较吃亏吧。孩子，你要做个有美德的人。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在你要做任何事情之前，先想一想你的这个行动会不会为别人带来什么伤害。美德这张名单已经很长了，善良、
包括全玲讲的对自我的克制，包括勤奋等等。可是，如果我们心中还怀着一丝对于美德的向往，我们将来死掉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比较宁静。分手该不该当面说？应该当面说。你跟言承旭有多亲密？我倒是蛮想知道的。你是说，志玲跟比她矮的男生在一起就会劈腿？臭不要脸！康永哥，你作为你不要叫我名字，你们是什么节目把人家林志玲弄来？聊些什么东西呀、分手要当面说，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人一点小小的迷思。呸，渣男！如果分手我们都不当面说的话，我就是个人渣。呸！对待渣男，我只有一个态度，就呸，分个手而已，又不是结婚。现在要分了，你居然连个面都不见，因为他不配我的爱情。你想好就好，你想分就分。渣子被你一血变广草了。书法艺术家呀！爱奇艺悦享品质。